咁上一集嘅5分鐘系列咧，大數咗 Panerai 嘅不是，反而咧非常之受歡迎。咁今次咧再探討一個我本身覺得好老土，但係依家咧又幾中意嗰個牌子 Longines 浪琴嘅。不過放心啦，今集咧就唔係討論 Longines 嘅不是嘅，而係透過我入手嘅第一隻 Longines 咧，呢一隻 Heritage Classic 嘅 Chronograph， 正式打開咗對 Longines 嘅深入認識。一隻復刻翻1940年代嘅一款啊，2020年中推出嘅，一出呢，其實又出咗兩隻嘅，咁我呢，兩隻都買晒噶啦，儲成咗一套。咁相信好多朋友呢，同我起初都一樣，咁啊問啦，Longines 呢唔係好老土嘅咩？都係爸爸媽媽帶嘅啲款式，咁點解呢？你成日都話標迷呢，普遍都好中意 Longines 嘅呢？咁所以我用5分鐘呢，精簡咗幾個你不可不知道嘅關於 Longines 嘅一啲事情，保證呢，你睇完之後呢，應該都會對 Longines 改觀嘅。千祈咧唔好以為 Longines 個定價呢就好入門，就以為佢係一般貨色嘅啫。咁其實呢，佢超過190年嘅歷史噶啦，絕對唔簡單噶啦。以前呢就唔同依家，你諗下做一個鐘錶嘅牌子，邊有咁多通用機芯俾你用啊？例如 ETA 啊、Sellita 呢啲。咁所以呢，你只可以自己做機芯，簡單嘅、複雜嘅，通通你都要自己做出嚟。咁因此呢，以前嘅 Longines 呢做機芯嘅技術呢非常之高超，絕對可以同一眾大牌子呢叮當馬頭，例如勞力士啊、Omega 嗰啲。今集嘅時間呢就有限，大家呢可以自行再深入去了解嘅。而去到80年代嘅時候呢，就同 SSIH 呢就被迫結合咗，咁之後呢，亦都成為咗今日嘅 Swatch Group 啦，重新定位過。Omega 呢就定位高端嘅，Longines 呢就定位入門嘅。咁當然啦，未必人人接受呢個定位啦，但係不爭嘅事實就係呢 Longines 咁多年嚟呢，喺全球個 market share 呢都係超勁嘅，排第3、排第4左右嘅，僅次於 Rolex、Omega 同埋 Cartier 嘅啫。從商業嘅角度嚟講呢，絕對係稱得上成功噶啦。咁所以有啲標迷呢，成日都發夢啊，Longines 呢會唔會推出翻一啲好勁嘅機芯呢，提升翻個牌子呢？你問我呢，我覺得短期內呢係唔會發生噶啦。只要你識手錶呢，都應該會玩 Longines 嘅復刻錶。正如頭先都所講啦，Longines 有咩多啊？歷史多咯，歷史悠久，自然大量嘅題材可以推出一啲復刻嘅錶款。咁呢啲復刻款呢 target 未必係普羅大眾。咁但係就算淨係做翻錶迷啊，同埋識錶之人嘅生意呢，我諗都夠佢做噶啦。一直都有唔少嘅支持者，加上呢價錢相對地仲係比較相宜。我自問未玩手錶之前呢，絕對覺得 Longines 呢極之老土，因為呢廣告嗰啲錶款呢都係非常之老成，直到第一隻入手呢，就係 Heritage 嘅呢一隻，一見鍾情。從設計學嘅角度呢，已經非常之接近翻原本40年代嘅嗰一隻噶啦，所以亦都成為咗一直佩戴嘅次數非常之多嘅一隻，冇日期、冇鎖把，一拉出嚟呢，較時間又簡單又粗暴。咁亦都知道啦，好多觀眾呢，因為我介紹咗呢一隻呢，而同時入手咗嘅。而我買咗呢一隻之後呢，一直都心喐喐，想收藏埋3針個版本。咁啊諗咗好耐，最尾呢都係諗，停產之前最好都買咗先啦，免得呢之後後悔莫及啦。自此呢兩隻錶呢，都成為我 collection 入邊呢，覺得兩隻好獨特、好有意義嘅兩隻。而 Longines 有嘅特別復刻錶款呢，真係多不勝數。喺呢度呢，只係用一個圖示嘅方式俾大家好快咁欣賞一下歷年特別嘅一啲經典款啦。要堅持做一個牌子呢，就好難啦，但係要堅持唔改動呢個註冊商標呢，我諗難上加難。Longines嘅呢個商標呢，由中間一個漏斗加上兩邊一對翼，作為一個鐘錶嘅牌子呢，就好有意義嘅。呢個註冊商標呢，1889年嘅時候呢已經註冊咗噶啦，直到今日呢都基本呢冇改變過。咁啊，雖然 Longines 呢就唔係最古老嘅鐘錶牌子啦，但係可以擁有最古老商標嘅呢個名銜，我覺得都算係唔錯啊。下次呢，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 Longines，亦都可以欣賞一下 Longines 下邊嘅嗰個 logo，以及某啲錶款背後嘅呢一個商標啦。
咁就快就到5分鐘啦。咁啊睇完咗今集，係咪認識咗更多嘅 LONG 轉呢？所以如果單純咁話 LONG 轉嘅款式好老土，我諗少年你太年輕啦，並非真正了解 LONG 轉啦。可以嘅話呢，了解一下 LONG 轉嘅 Flagship 同埋 Heritage 嘅系列啦。而澳門呢邊嘅 LONG 轉呢，其實有一個微型嘅博物館嘅，希望有機會帶大家去參觀一下。亦都希望你中意今集以及呢一個系列。仲未訂閱嘅，記得支持訂閱一下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